职场上真的是太多垃圾同事或主管，前阵子一堆霸凌，现在是性侵，真的是败类到处有，是不是真的要针对这些人处以鞭刑啊？在一起发生于台北市麦当劳门市的性侵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一名17岁的受害少女，自2022年起在麦当劳担任工读生期间，店内女性主管利用其职权，多次将少女拉至监视器死角进行性侵，时间长达1年。少女未敢反抗，只为保住工作，最终身心崩溃，罹患忧郁症。2024年11月4日，少女以外出购物为由离家后失联，数日后其遗体在淡水河被发现。事后其母亲揭露案情，指控麦当劳处理态度冷漠，仅迅速解雇涉案主管，未提供任何慰问或补救措施。麦当劳表示，麦当劳于2024年3月接获相关申诉，成立调查小组，亦于5月解雇涉案主管。然而，受害少女母亲对企业处理态度提出强烈不满，认为缺乏对受害者的实质协助与心理支援。小编认为，麦当劳只是解雇涉案的主管，态度极为消极，竟然是性侵，为何不是报警处理，而只是开除息事宁人？麦当劳有一定的责任，也应该要为员工行为表达歉意，例如所有商品打7折之类的。事情爆发后，网友对此事件反应激烈，不少人透过社交媒体要求母公司介入处理，但美国麦当劳回复称，台湾麦当劳为独立经营，许多人对此表示失望，并呼吁加强全球性规范。台北市劳动局调查后认定，麦当劳违反性别平等工作法，未提供受害者心理咨商及其他必要服务，开罚100万元。劳动部长洪申汉表示，企业在得知性骚扰或性侵事件后，必须采取立即有效的纠正措施。小编看完上面3方的处理方案后，觉得真的是一堆垃圾。麦当劳抱着没有爆发就当没事一样，而劳动局罚100万，对麦当劳根本不痛不痒，根本是作秀。受害少女的家庭经济状况困难，她在离职后为赚取收入误信网络投资诈骗，前后借贷近40万元，最终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。警方证实其报案后案件已经入侦查，但少女的心理压力持续加重，直至轻生。母亲回忆，少女生前为避免再受伤害，曾将一头长发剪短为男性发型，企图掩饰自己的女性特质。事发后，母亲悲痛地表示，这是她最后能为家庭付出的努力。然而，社会与企业却未能提供其应有的保护。国麦当劳2021年也发生类似案件，当时有位性侵前科的44岁男子加纳在美国宾州一间麦当劳的加盟店担任经理，没想到才来没多久，就把狼手伸到一位到职约半年的14岁少女。他先是工作期间不断对少女说出性骚扰、性暗示的言语，希望女孩成为他快乐餐，后来还变本加厉，直接动手动脚，上升到肢体骚扰。最后，加纳在2022月中旬趁着休息时间尾随少女进入厕所性侵得逞。种种的新举动令少女的心灵严重崩溃，虽然事后没有报案，但有同事得知后看不下去举报，这才让事件曝光。加纳被逮后，坦承所有性骚、性侵等罪名，最后被判处最高10年徒刑。然而可怕的是，加纳竟是宾州当局终身登记的性犯罪人士，早在2003年就因性侵10岁女被判刑。14岁少女的律师也质疑，麦当劳怎会聘雇一名被定罪登记在案的性罪犯，还让他管理未成年的少女工？这会让美国最好的第一份工作变成这青少年的噩梦。报道还披露，14岁少女进行麦当劳的入职培训时，的是由一名17岁少女带领观看各种工作教学影片，全程未获得任何人资资讯，因此不知道如何通报性骚扰。对此，受害少女家属也向加盟商提告，指控他们雇佣有性侵前科的员工。经过3年的协商，双方最终达成和解，加盟商同意支付440万美元，约新台币1.4亿元赔偿。加盟商表示，他们得知此事后立即开除加纳，也会努力确保员工获得受尊重的工作体验。美国麦当劳则发声强调，暴力和性骚扰是完全不可接受的，未来会提供加盟商培训资源，杜绝性骚扰事件。同样是麦当劳，同样是性侵案，台湾跟美国赔偿金却差了140倍。台湾法律对于这些犯法的垃圾败类是如此的宽容，恐龙法官一堆，杀人都有教化可，我就问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？